我们这个盘里边放2个白颜料，再加1滴的3氯，然后拿一个小勺子啊，这个勺子多长？大概12厘米差不多啊，不是12厘米啊，大概5-6厘米差不多啊，大概是5-6厘米啊，差不多啊。有的人要拿个准啊，有个准啊，4厘米啊，4厘米差不多。它的宽啊就那么一点点啊，1厘米不到，1厘米不到啊，几毫米这么薄的小勺，你舀4勺清水，1勺、2勺、3勺、4勺啊，咱们加入4勺清水啊。完了以后毛笔涮一下，毛笔涮干啊，蘸一下我们这个啊，你看调成这样的汤汁儿啊，比较干的汤汁儿，然后呢刮干，类似于我们牛奶的状态就对了，类似于我们牛奶的状态啊，牛奶状啊，牛奶状，笔尖刮成尖尖的啊，刮成尖尖的就对喽。注意了，调色非常非常重要，这是脏的啊，它不是颜料，脏的。然后呢，加入我们的3青啊，你看，蓝牡丹、太白、3绿加3青，3青是这个颜色，这个就是3青啊，3青啊，加3青，3青呢就是加到2/3处，你也不要去调得很浓啊，而是拿一点出来，看见了吗？拿一点点出来把它稀释了，听懂了没有，家人们啊？拿一点出来把它稀释一下啊。然后把它调成2/3的蓝色，啊，你不要往里边使劲的打滚，结果调得很深，就不好看了啊！不要使劲的打滚，就是调的薄薄的、稀稀的、淡淡的。初学者的调色一定要调好，你不要匆匆忙忙的调好了，不行，一定要调成这种渐变，看上去比较自然，就 OK 了，就 OK。然后我们挤一点钛青蓝啊，不能钛青蓝。钛青蓝怎么调色？看好了，不要放里边打滚，是拿出来一点，看见了吗？拿出来一点，然后这样去调。你看一点点向上往外面调，对吧？你不要拿里边使劲的搅拌，结果搅拌的全部是颜料，然后你还拉不动笔。拿出来一点点，你看搅一搅，拿出来一点搅一搅。这色呀有没有1/2的蓝色啊？看一看。这个1/2呢，有没有那种颜色脱节就特别深、特别黑的有没有啊？啊，没有。你看，从深到浅比较自然就对了啊。你要调完色检查，你不会检查颜色的，肯定第一步最重要的地方你没有调好，后面就会很乱。你看这一溜的配色，非常的干净啊，非常的干净。然后我们加我们的花青啊，花青你看是怎么调的？笔尖蘸一点点，你看，蘸一点点就好了啊，一点点的花青，不要多啊，不要多。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你看，我加完花青之后，只是我的笔尖加重了一点，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这样子啊？这一块脏脏的，是不是没有啊？呢？是不是特别脏的没有，对不对？只不过是我的笔尖略微的重了一些而已，听懂了吗？这就是调的比较好的颜色啊！你不需要通过在笔尖上坨一坨颜料去抹，不需要。所以说你调色上面一定要调成这样一种过渡非常自然的颜色才比较漂亮，听懂了没有？你不要像有些人会这样啊，去抹一坨在上面。好了，你看这一块脏了，一不小心一画，花瓣就脏了，听懂了吗？啊，不要把它挑一坨在上面，我看有好多同学都喜欢挑一坨，那样不好啊，挑一坨出来的东西会它很硬啊。讲一下我们的单花瓣，单瓣呀要练习的，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单瓣呢有哪些？看这里，哎，向上卷起的小瓣，往旁边走啊，你看向上卷起的小瓣啊，你需要的可以截个图啊，需要的呢可以，它是这种带波浪形的，很多不会画的家人呢，你就这样子啊，在一边先画一下啊，你先画一下，因为如果你们画不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我给大家看一看，你画不好就
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给大家看一下出现什么情况，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看这种笔尖找不到它光滑面在哪，你们是不是也会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找不到它的重色面和浅色面，是不是找不到了？有没有遇到过？就感觉画的乱七八糟的啊！你看是不是这样子？重色和浅色在哪里？如果你的花瓣在这一边，在单边的，还有什么在下边的啊，在这边的，在这边的，咱们呢先画4条线啊，先画4条线。如何来避免你画出来比较脏的一个问题啊？画4条线，你看，咱们把这个毛笔的笔尖对哪里？笔尖对着线，你看，啊，慢慢的，你看，笔不用多躺下，躺一点点下去啊，你看，哎，慢慢的啊，你看，划过来，啊，看到了吗？是不是这样花瓣就分得清晰啦？听懂了没有？是不是这样子花瓣就清晰很多呀？听懂了吗？啊，花瓣是不是清晰起来了？对不对？好，我们继续，沾一点点我们的啊，画青，你看。再来，笔尖对哪里啊？笔尖始终都要记住对什么地方？你看，你可以慢一点，你看慢一点，哎，是不是啊？等你学会了以后你再快，不着急的啊。等你学会了以后再去快。你看下面也是，笔尖对哪里啊？那看我的手，如果我弯不过来了，我可以这样子转一下，弯不过来可以转。看我手指，看我手指，是不是你弯不过来了可以转一下？一般就不要去弯了啊，一般也不用去转，我相信你们也都能弯过来的啊。一般的话也不需要去弯啊，不需要的。对，听懂呢点点赞啊，帮主播上个热门，谢谢啊，谢谢大家。今晚上又要搞一个活动哦，所以需要大家点点赞的，谢谢大家。是不是出来了？你看这个单瓣也是一样啊，你看笔尖儿朝哪里？朝外边，你看，慢一点。你看我过不来了，过不来。哎，看我手指，看手指，看见了吗？看手指头，啊，偏了一点，看见了没有？啊，我们在过不来的时候可以转动，但是尽可能的不要去转，因为大部分的家人是转不过来的，你大部分的人是转不过来的啊。你看，那我们尽量怎么去画？转不过来的人可以，你看。咱们一笔，你看，哎，不行了，过不来了，能不能拿起来？你能不能再来一笔？拿不起来了，你看，能不能再来一笔？对不对？办法总比困难多，听懂了吗？你过不来的人，你就可以多走几笔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完呢？为什么要一次性走完？对不对？我们能不能分这几笔去走呢？听懂了吗？听懂啊，给主播点点赞啊，打个1，把我的公屏滚动一下，谢谢啊。我现在是坐着画，你看我手是这样坐着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坐着画比较多，都是坐着的比较多啊。你看我现在是坐着，手枕着上面，手会比较稳，你看扶着会比较稳。好，那我们把这几个单瓣啊再讲一下，我们就过了，好吧？我们再讲一下就过了。沾一下我们的三青，谢谢。沾一点点三青，沾一下我们的塔青蓝。笔尖蘸一点点的花青啊，蘸一点点花青啊。好，我们再来看一遍啊，再来看一遍。你看这个单瓣啊，看这，谢谢跳总啊。你看单瓣，好，我们排列顺序，你看1、2啊，2一下。你看，把这个笔往下顶，要注意角度哦，按大一点儿。你看，哎，抬起来，对吧？一笔。啊，再来一下，笔尖轻轻的，你看划过去，好，过不去了，我按一下，再划一下。你慢慢的划，始终保持笔尖在一边，要归边啊，归着一边啊，归着一边就行了，始终保持你的笔尖在一边，听懂了啊 ？OK， 没有问题，听懂了啊？花青就发挥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蘸的太多了？蘸多了就会发灰的。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我们的翻瓣。翻瓣一共有2种画法，一共是2种画法，记住了哦。一种是从左到右依次画，或者从右到左依次画，算是一种。
第二种先中间再两边，第二种先中间再两边。那么我们先来第一种，从左到右依次画的花瓣。啊，笔泡点白颜料啊，笔泡点白色颜料，蘸一下我们的三青，蘸一下我们的太青蓝啊，这样太青蓝，用最简单的方法画出最好看的花头，好吧？蘸一下我们的花青，少蘸一点，我花青蘸的不多的啊，你蘸多了就灰了啊。你看一下，首先这个翻瓣我们用3笔完成。第一笔。怎么样画出好看的翻瓣啊？你看，注意用笔方向是这个方向的，这样一下，哎，往上好，然后再来一下，你看，看到我的箭头了吗？然后再这样，看到我的箭头了没有？你看啊，看一下用笔了，用笔方向啊。第一笔一个小笔触，点，你看不要都躺下，翘一点点起来，一下，是吧？过来一下，注意了，你需要补一点花青啊，需要补一点花青。然后呢，你看再点一下，哎，推过来，笔全躺下，好，过来啊，过来，是不是？好，再点一下，按一下下，然后再过来，笔尖还得蘸一下花青，还得蘸一下花青。然后你看朝这一边小一点儿，好，你看是不是过来了？笔尖再点一下。你看它用笔是不是这样一下、2下、3下？看到我的用笔的方向了吗？你看，1、2、3啊，用笔方向这个箭头看一下啊，上下波动的箭头来完成这一个蓝色的花瓣啊，完成这一个蓝色的花瓣。然后呢，我们再来画啊。还有的家人说，老师，我这个可能不太理解，对不对？那么我们也可以先中间再两边。那肯定会比较简单啊，蘸一下我们的三青。方法呢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可以去尝试啊，可以尝试一下。蘸一下我们的花青。你看我的颜色调的啊，从头到尾我没有特别深的地方的，我是一个渐变色，一个渐变色。你看，先画中间啊，咱们先画中间。你看笔尖点。按提啊，对吧？出来一半，然后呢再合一下，必须的啊，合一下，画出中间的瓣，两边的瓣需要角度小一点，你看，对吧？右边要补点花青了，你看我这个地方花青特别浅，是不是？这边的花青特别浅，然后你看，点啊往下滑啊。是不是就出来了？这样一个啊，这2个技法都是一样的，画成了我们一个单瓣，是不是画出来一个单瓣，对不对？啊，然后呢，然后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呢就是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一个主瓣啊，主瓣的画法，主瓣是由什么组成的？看一看啊，主瓣，那你觉得画高了，你能不能把这个笔往下挪一点？你看。这个笔在那么高，这个能不能把笔往下走一点？你看，本来你在这儿画比较高，对不对？那你放到这儿画，那不就不高了吗？听懂了没有？这个角度，你看它俩不一样高，肯定画的就不一样高嘛。听懂了吗？这个方法多简单啊！你直接把它往下挪一点就好了。两边好高，你看，你把中间画高一点，没错吧？你看你下面再矮一点吗？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听懂了没有？再往下一挪就好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好解决吗？那这个主瓣跟它是一样的。刚才有人说，老师我一画就高是吧？看过来了哦。首先我们把这个底这个地方画的高一点，那把它位置放的比较高，你看，哎，过来，这就过来一个主瓣，对不对？我还是坐着，手可以放着。你看旁边我回一下，对吧？那刚才有姐姐说，老师我这容易画的高哈，你看过来了。你看怎么样才不高呢？我在这儿画肯定高，我能不能看？我把位置放下来一点，看到没有？还高吗，姐姐？听懂了啊？简单吗？是不是？这一边也画的矮一点，你看笔往下放啊，往这儿放。
对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好，点一下，是不是又有了？拿一个湿巾去吸一吸，看到这个滑斑了没有啊？一个滑斑，中间这个瓣就出来了啊。然后我们继续加啊，继续加，蘸一下我们的三青，蘸一下我们的太青蓝。好，蘸一下我们的，好，蘸一下我们的花青。其实有的时候不懂啊，及时问就很好了。你看这两个小瓣儿，其实能够看出来，这边咱们少了一个什么？少了这个瓣儿，你看到没有？那它只是变小了一点，然后变成了这个瓣儿，被盖住了一个主瓣儿啊。好的，就是盖住了一个主瓣儿，是不是这样子啊？盖住了，所以说它只有几笔啊？只有2笔啊，只有2笔。你看啊，注意一点位置啊，稍微矮一点儿。你看。点过来啊，一下，蘸一点花青啊，旁边给它合一下啊，合一下，对吧？然后你看点完这个呢，再点旁边这个小的啊，你看它是不是只有2瓣？你看它是不是只有2个瓣？你看它因为本来是这样子的嘛，然后盖住了一下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有一个瓣它没有了，所以我们就2笔完成。听懂了没有？2笔完成，由2笔来完成啊，然后呢，蘸一下我们的三青，蘸三青，蘸一下啊，我节奏讲慢一点，节奏讲慢一点。主要就是我们操作起来要有实战性，就比较实用的、好用的方法啊。对，喜欢主播可以挂挂小马甲啊，小马甲。然后你看另外一个小单瓣啊，你看这里。啊，也是，你看它是不是也去掉了这一半？那它是几笔啊？它也只有2笔咯，因为它这个地方啊，把它给拿走了，对不对啊？拿走了，没有专笔，没有专笔啊。对，没有专笔，我很少专笔的，专笔我会跟你们讲，没有专笔啊。配色吗？配色我们管理员在吗？帮我滚一下屏啊。然后你看这个小单瓣啊，也是盖住的。你看啊，要它离得远一点，空一点。点按拉过来一个小瓣，是不是啊？笔尖旁边点一点点，点一点点。每一节课都准备得很充分，所以讲的时候就比较的自然。你看是不是1笔啊？但是我们是2笔哦，还有1笔，你看画小一点，看见了吗？是不是啊？管理员今天忙去了啊，是不是就出来了？你看花瓣的底座就完成了。这个呢，我们称它为花瓣的底座，也称之为主瓣，称之为主瓣。这句话我还太熟呢。看这里啊，练习一下我们的组合花瓣，组合练习很重要哦。你看它下面这个卷瓣，咱们是不是练过了？咱们是不是已经练过了卷瓣？看好了，卷瓣怎么画啊？刚才我们记住了，画一条线，画一条线，对吧？然后横过来啊，横过来。像这个旁边，你看点，慢慢的，我没有滚笔，没滚笔，你看看仔细一点，我手没动，拉过来，好，我拉不动了，笔拿起来，调整一下，我再拉，看见了没有啊？拉一下，然后拿这个我吸一吸，因为很多人在画过之后，没有，有的，这个链接有6号链接啊。一样细是吧？啊，你看卷瓣就出来了，就是很多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天哪，不用你也可以看，其实一会儿我帮你解决问题。我们的老生就不用去排了啊，没关系。然后看这边，你看我们这边按一下，是不是有的教练会担心啊？复合色怎么办？你用这种材质啊，这个叫厨房湿巾。厨房湿巾这种有点棉的纸巾啊，它一吸，你看有点棉的纸巾一吸就好了，听懂了吗？用这种棉一点的纸巾，这厨房湿巾比较棉，一吸就好，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这种纸那种布的感觉啊，它就能吸掉，听懂了没有？就覆盖上去的部分可以吸掉的，听懂打个1。对，听懂打个1。OK， 我们继续。你看啊，小单瓣，小一点啊，小一点。对，厨房纸巾。对，因为我发现这个超好用，超好用。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卷瓣怎么去画啊？这个卷瓣咱们怎么画？
对吧？这个厨房纸巾超好用，就是它比较好，我们擦东西还是蛮好擦的啦。好，蘸一点我们这个，而且它擦的挺干净。蘸一下我们的它青蓝，这个时候请认真的看好调色，我调色调的很深哦，看到了没有？我调色调的特别深，颜色调的很深，看见了吗？加重一点，加重一点啊，没事，慢慢来，不着急啊。颜色可以加重一些，知道吧？别担心，你把它加重一点。然后你看啊，先画什么地方？哎，点笔，你看全部躺下，全躺下啊！你看推过去，你看平推，看我的手，我的手已经浮在这个纸上了，浮在纸上，你看推过去，停啊！你看，按一下啊，弄不出来啊，没事，你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出来了？然后笔尖再沾一点点的花青啊，稍微多一点。然后呢，笔尖朝哪边？朝下边，朝这个地方。你看啊，笔尖点一下，按，哎，往下滑了，看到了吧？往下滑了，按一下，能看懂吗？谢谢，看到了没有啊？擦一擦，哎，干净了，是不是特干净？是不是啊？看见了没有？画出一个单瓣啊，下面可以盖一点，你看。啊，晚上好，看到了吗？一个单瓣是不是出来了？好，我们再来啊，再来啊！没有看懂的，我再给大家讲啊，没有啊，看到了吗？蘸一下我们的三青，蘸一下我们的三青，蘸一下我们的塔青蓝，蘸一下我们的塔青蓝，蘸一下我们的花青啊，我们的花青。你看，我们再来，先画什么地方啊？先画什么地方？画中间这个地方，你看，哎，停一躺，看到没有啊？在这个地方再一躺啊，然后拿个纸巾去擦一擦，就干净了。笔尖呢蘸一点花青啊，我当好一个好老师就可以了。蘸点花青，你看，拿笔尖放在这个地方呀，按一下，你看，哎，看懂了没有？是不是就出来啦？然后有一些比较脏的地方，你看，去给它擦一下，是不是瞬间就变干净了？厨房纸巾啊，超好用啊！就用这种餐巾纸去擦一擦就行。你看，是不是花瓣就出来了？能听懂吗？好学吗？能听懂吗？啊，这就是我们常用的翻瓣啊，常用的翻瓣。然后我们不是有用到填空花瓣吗？你看啊，在这个地方，你看，再推一下，笔尖蘸点花青，在这个地方再来一下。是不是两层花瓣就出来了？理解了没有啊？你看这也是一样，是不是两层小花瓣啊？好用啊，小妙招啊！可以现在就能去试一下，就是纸巾一定要够绵啊，比较绵柔的这种纸巾就可以使用。看到了吗？双层的单瓣就出来，所以就是说啊，没关系的。所以就是说，你画出一个卷瓣，你可以画出1、2、3、4个花瓣。明白了吗？你画出一个卷瓣，可以画出4个花瓣。你画出一个花瓣，你可以就是说本来画5个瓣嘛，对，是画了5个瓣，你可以变出20个东西，20个花瓣，你是不是就节省时间啊？听懂了啊？所以画千层的也不是很难，你千层的画个二三十个卷瓣，马上就出现千层瓣了啊。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什么呀？主花头的什么卷瓣怎么画？啊，咱们上面是不是画了一个主花头啊？画了一个主花托，对不对？上面画过一个主花托啊，对不对？上面出现一个主花托，蘸一下我们的三青，好，谢谢，蘸一下我们的塔青蓝，对，蘸一下我们的塔青蓝。你看啊，下面2个果瓣怎么画的？咱们把这个毛笔啊，你看，哎，往上面这样子去压，笔尖朝哪里？笔尖朝下面，你看我画出来给你看。笔尖朝下边啊，朝这儿，你看，啊，看见了吗？笔尖朝下面压一下啊，压一压啊，压一压，然后用纸巾吸一下，啊，纸巾吸一下，笔尖点一下，是不是又来了啊？你看再出来点一下，哎，慢慢的，哎，
我笔没有转，笔没有转。好，再擦一擦，干净吗？是不是出来了？沾一点花青啊，对小白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今天给讲这个内容啊，49课里边就是这个内容，给大家讲一下少层次的花心画法啊。少层次的花心我们要怎么去画？少层次的花心要怎么画啊？最近如何啊最快速度的可以把花心画出来啊？可以最快速度的把花心画出来。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卷瓣是不是跟它一样？看见了吗？刚才没截图，没事儿，已经在课里的这个东西啊。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看到了，觉得是一样的，打个一就行。它俩是不是一模一样？对不对？好，那我们进行花瓣的叠加。刚才没有看到的家人，我们再讲一遍啊，再讲一遍。因为你要把一个花会画了，你的理论很重要，包括向外开放的原理是什么，相当重要。你不知道就会乱画，就那些乱来了，乱来就乱七八糟了啊。对，乱来就会乱七八糟。所以说，你一个开花的理论很重要。你不开那样的，你开别的也行啊，对不对？首先啊，我重新蘸一下色啊，看色的家人们啊，笔蘸一下蓝色啊，蘸一下蓝色。对，刚才有49的课的家人啊，你可以去听一听课啊，觉得讲的怎么样都可以，觉得好的啊，来直播间可以支持主播一下啊，就觉得哎，确实讲的还可以的啊，你到直播间可以过来支持一下主播，谢谢。好，继续。对，可以去听一听，你觉得讲的确实还不错的啊，可以给大家反馈一下，因为我觉得新用户的反馈很重要。蘸一下我们的他青蓝，然后你们以后需要210的，就是需要跟的啊，那你们可以跟老师说啊，我这个49的，我之前我是老生啊，可以跟老师讲。好，蘸一下我们的他青蓝，蘸上他青蓝啊。对，是无限回放，对。210的，哎，好的。你现在点开210的课，你可以去听，蘸一下我们的他青蓝，哎，好的，蘸一下他青蓝，蘸一下我们的花青，对，蘸一下我们的花青，蘸一下花青啊。你画大的人，你打个1，你跟我说下谁画大的啊？有没有人画大的？有是吧？来。这个东西叫铅笔啊，你们家里应该都有。这个叫铅笔啊，你们家里应该都有吧？有没有？没有的你跟主播说一下，我给你一支，对吧？应该每个人都有。好，我们在这里画一个圈，对吧？比如说我画那么大，我就不让它出去，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个花瓣啊，你看啊，好。你看啊，咱们呢用这个铅笔啊，把你的主花瓣先定好。你把它定好，你不就画不大了吗？因为主花瓣是确定你的花头最重要的位置。主花瓣画大了，你花就很大；主花瓣画小了，你花头就小。所以你把主花瓣画一画没关系的，你铅笔不用像我那么深画，你轻轻的画。听懂了没有？学会了吗？这个小妙招，我觉得这个不能叫小妙招。只是大家有时候没有去想呢，对不对？这个画小它就小，好不好？听懂了吗？好，我们一起来一遍，加快点速度，点，你看，过来，那一个小瓣，总是画小，那你就把它主花瓣画大，画的呀，一定要听我，就虽然说我讲话的吧，讲的都不是1顶1的好，但是我绝对是为大家去考虑的，因为我希望我的东西可以被大家都画起来。我希望大家都去画我的画，所以我一定会认真教。是不是画出一个底瓣了？你看，没有超，没有特别超。蘸一下三青，蘸一下我们的蓝色，蘸一下花青。注意好调色的用笔啊，用笔。然后你看，刚才把这个底座我们再画一遍，你看，点过来一个小瓣啊，过来一个小瓣。不一定，看你的用笔的手顺。你看，那我可以这么画，你看。我翻过来画也可以，也行，这个不绝对，看你的手怎么顺，怎么来啊！不用纸巾吗？我一会儿再擦。你看这边也是一样啊，你看，
对吧？哎，一半大的过来，对不对？笔尖要时刻的去注意补划清，你要注意老师在课程里面给你们的提示，我一直给你们提示的，我一直在唠叨，不停唠叨，不停的提示，我说什么地方必须要干嘛，必须要干嘛，一直在提示，对不对？好，蘸一下，拿湿巾啊，你看，擦一擦，是不是干净不少？听懂了吗？是不是干净不少？干净很多啊。底座花瓣需要画那么大吗？你们不一定，但是我在直播间，我如果画小了，你们就看不到了呀，明白没有？我画小了，你们可不是就看不见了，我是不是应该画大？对不对？我画小了，你们就看不见了啊。然后你看，点，你看啊，哎，我在下面划一条线吧，我怕你们忘记啊。你看，哎，盖起来啊，盖起来，对不对？把它盖起来就好了啊。然后你看，继续的。下面这个边边，你看再点一下，一半，哎，过来，哎，再来一下。你千万，对，是的，你千万要记住，下面要有一条线，对吧？笔尖顶着哪里啊，家人们？笔尖顶着下面的线。如果说你笔尖歪掉就会脏，笔尖不歪就是干净的。所以说你来判定的时候，就是看一看，哎，我的下面的花瓣是否干净？如果脏脏的，哎，那就说明你的笔歪掉了，理解了吗？笔画出来脏脏的，说明你的笔就歪掉了。听懂给主播打个1，对，听懂打一个1，谢谢。对，我今天晚上绝对给你们讲的透透的，听不懂的再找我啊，听不懂的再找老师啊，能听懂的打过1。蘸一下我们的花青，蘸一下花青，然后你看，注意了，我们花瓣有个开合关系，就左边和右边，往里边给它包裹起来啊！你看在什么地方出包裹？这种凹起来的地方，凹陷处给它加瓣啊！你看，笔尖点一下啊，我在外面就画条线吧，1、2，加点线，对，是的。稍微加点线啊，你看你的笔尖，哎，顺着线去画，哎，不行，要歪了，好，再顺着线，要歪了，好，调回来，看到没有？今晚笔尖对着外面，要注意大小，注意大小。你看，再来一遍，一定要注意大小。你看，是不是就出来了？能够听懂的刷波1，谢谢啊！刷波1，帮我分享直播都可以啊。听懂打个1。你看，外面画一条线，为啥歪笔就会脏？因为你们画的时候有一点，因为你们的毛笔是控制不好，所以说我让你们画一条线，让你们去慢慢的去掌握一个力度，啊！你说你突然一下子，那没那么快。今晚上对于你想用哪个手画，你就可以用哪个手画，可以用脚画也可以，蘸一下花青啊，用脚画也行，只要你可以啊，蘸一下花青。好看这里，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上面托起了2个瓣，上面托起2个小瓣啊。你看好了，托起2个小瓣是咋画的？注意了，把它给分开，它是什么瓣？它是一个什么瓣？看到了吗？这是一个什么瓣？一个反瓣。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反瓣你要咋画？哎，我指了，这个反瓣你要怎么画？那一个反瓣需要加中间一个瓣，然后左右两边加，对不对？好，一起来，先点一下，横过来，对，一个瓣。好，再点一下，我小的时间了没有？吸一下啊，吸一下，花瓣干净了吗？听懂了没有？先画中间，再画两边哦。先画中间，再画两边。好，蘸一点我们的三青，蘸一下我们碳青蓝啊，绝对包会。今天晚上内容就包会的啊，一定要让你们听懂哈。你看这个单瓣啊，要小一点，因为这个地方被盖住了，对不对？那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你看，一半大一点啊，大一点，合住。笔尖呢蘸一点花青，对吧？朝这一边给它弯过来啊，弯过来，眼睛会了。今天晚上认真听，其实手也可以会，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看到没有？一个向上托起的斑就有了。
啊，一个大花瓣就出现，听懂打个一啊，纸巾吸一下。对，听懂给主播打个一好了，向上托起的瓣，提一提色啊。OK， 可以截个图啊，截个图，非常好。我里边加的多不多？我里边加的很多，需要把花青加到这个毛笔里多加一点，看到了没有？毛笔里边多加一点花青，听懂了给主播打个一，听懂了打一个一，调色非常的重要，好吗？然后你看，我们来找什么东西？找凹陷处，这是不是凹着？凹着没有？是不是凹起来啊？这是不是凹着？是不是也凹起来？对不对？然后你看，往上添一下，点，你看，哎，笔躺下，往上弯，看见没有？纸巾擦一下，对吧？把凹陷处给它画出来，是不是画出些凹陷处啊？这些太小了，你别去弄它，先别要去弄，你太小了，一下就弄坏了，对不对？你看，凹陷处，点一下，笔尖躺下，大大的啊，躺下，你看，向里边一滑，那一盖，笔尖蘸一点花青，蘸点花青，你看，是不是一半一半就出来了？这里边太小，别动它，不要去弄。下面你看，继续点，哎，合起来，擦一下，对吧？再蘸点花青，你看，哎，是不是合起来了？如果你觉得上面不想画，想偷懒，小意思，你看笔放这躺一躺，是不是就不用画了？听懂了没有？躺一躺啊，这个时候你每画一笔都需要加花青。好，朝这边点，往上一按，是不是出来一个卷瓣？听懂了吗？是不是出来了？然后呀，笔蘸一点咱们这个啊，哇，今天点赞好快哦！再蘸一点花青啊，再蘸加深。你看，用笔尖是吗？把这个小洞给它盖住。学会了吗？擦干净，是不是就花瓣就出来了？花瓣是不是出现了？好，蘸一点花青，进行第二层的一个刻画。刻第二层啊，第二层，你看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一条淡淡的虚线？是个虚影啊，你看，合着啊，合着。好，再来，找找它的虚啊，比较虚的，你看这有个虚影，是不是又出来了？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小影子，就是你们自己有影子的地方，你们找自己的去啊，因为你们的影子的地方跟我的肯定不一样，是不是出来了？好，这一边再叠一下，对吧？花瓣出现了没有？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影子的啊，你跟我的影子不一样啊。纸巾一抹，完事儿，听懂了吗？是不是出来这个卷花心就出现了？绝对的啊，你可以去变化。那么至于怎么变化，是大家自己后期需要做的事情啊。你想怎么变化你就怎么变化。听懂打个一，谢谢。听懂给主播打个一，谢谢。听懂的给主播打一个一，谢谢。OK， 非常好。听懂的打个一哦，牛逼哄哄。对，这个绝对很好理解的，听懂了啊。然后你看，我们再找一个什么？现在讲一个理论，哎，你6号，你看我们现在很重要叫什么？叫花心向外开放的原理啊，就是你的花怎么样把它开起来啊？开起来，你如果不会开，你花里边这个白搭，没有用啊！你开好喽。啊，先点个赞，我喝点水，谢谢。太累了，我喝点水，谢谢。OK， 好，回来了。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理论啊，这个理论听懂了我们才能画，好吧？你看这两个花心呢，花头呢其实是一样，先截个图可以。好，那你截个图吧。先截吧，哎，截完图打个一。对，先截吧，截完图打个一啊，很好。好了吗？要咋？哎呦，一看你就是学过的人，这么厉害。好了吗？好了，打个一啊。你看
这个呢是一个完整的花头，完整的花头。这些都是什么？你看我用标记一下，这些是个光滑面，也就是刚才我们画线的那一面，是不是能听懂？我用蓝色笔刚才标记就是我们的光滑面，就是我们刚才画线的这一面。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一个花心啊，花心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也就跟它一样，这里呢有一个花心，你别管它是不是被花瓣盖住了，都不重要啊，都不重要啊。你别管它是不是被盖住了，这都不重要。点一个小点，它就是花心，只不过它被盖住了，但它还是在的，不能说它被盖住了就不是花心了，对不对？我说有道理吗？对吧？它也是在，它还是花心儿。从花心处往外延伸，碰到一个花瓣，你可以碰到这儿去也可以，碰到这儿去也可以。你看，现在能理解了吗？在每一个交叉点的位置，你可以加什么呀？加花瓣。听懂了打波1，听懂给主播打个1。因为基本上我的花瓣画5个，我可以延伸出20个花瓣出来，所以说你只需要听懂这个就好了。好了吗？啊，花期，等我把这个花头画完，你觉得能够听懂的，放心大胆去拍就是了。好，蘸一下我们的花青，太青蓝。你看，在缺口处，你看啊，我来教你们，你看，加一条线，加一条线。初学者你去加线，为了防止你画出去，你看啊，笔尖对着线，笔尖对着线，听懂了没有？笔尖对着线，你看，加一条线，笔尖对着线，啊，你如果是能够控笔比较好了，你看，你就再也不用画线了。是的，太青蓝和花青，对不对？没有了啊，你看，加一下我们的啊，加一条线，这样的方式你们能够听懂吗？这条辅助线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那个是一个基础课，那只有30节课啊。等我这个花头画好就行，只有30节课，跟咱们的老的那一批不一样啊。OK 了吗？看到了没有？我加完这5个花瓣，就一共听懂打一个1就行。听懂打一个1，是不是用那一条线去画啊？那一条线去画。对，听懂了，你们打1打起来好不好？觉得能够理解的，觉得老师讲的啊 so easy， 我完全能够接受的 OK 的，给我打1就行。觉得以后再蘸一点。对啊，我不是说有一天大家都是要我搅烂了再喂嘴里的那种吗？蘸一下太青蓝，蘸一下花青啊。咋画呀？没有看那个，我还在跟，不着急的会把它跟完啊。晚上好，你看到没有这个单瓣？来看仔细了，现在很重要的啊，你去拍课件你也先看完这一段好吗？你看，在中间留点空位的地方，滴盐，推过来一个瓣，先推过来一个大瓣，然后左边回一下，左边回一下，右边怎么办？右边给它描一下。好，看到了没有？右边是不是描一下就回来了？这是不是画出1个瓣2个瓣啊？用笔尖你看对着下面，现在没有调色，直接盖过来，出来几个瓣？出来几个瓣啊？方便吗？好，用这个花青把笔尖描一下，完成。是不是很方便？擦一下，是不是1个瓣出来了？2个瓣出来了。所以我说你有我的1个瓣可以变成20个瓣，那你还怕画不出千层吗？现在目前来说，大部分的老师在教的，你能画40-50个瓣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了。那你们看，你这样是不是省力气？你不用在里边切来切去的，是不用切来切去了，麻烦死了啊！你看，再留点空，滴盐1个瓣，对吧？蘸一点花青，再来1个瓣，朝下面我们侧一下，是不是又1个瓣出来了？是不是又1个瓣出来了？笔尖对着哪里啊？不要去调色，直接把笔尖对着这个地方，你看点，
是的，对，花青这样花青啊，对，你们到时候可以拿它跟我换，比如说你觉得这套保姆课好好用，我想学，我想跟大多数学生一样了，那我想跟一些课程可以的，拿它跟我换。然后你看啊，笔尖这个地方我们点一下啊，点一下，你看笔尖我们往内滑啊，你看是不是又出来一个斑？如果你需要修饰一下，你比较有强迫症的那种啊，你可以修饰一下，修饰一下，你看怎么修啊？1、2，画仔细一点儿，是不是就出来了？听懂了打个1，是不是花瓣？这一下1、2、3。1、2、3、4，1、2、3、4、5、6，你2个花瓣画成了6个样子。好，我们继续蘸一点我们的它青蓝，笔蘸它青蓝，蘸一点花青。是不是今晚上内容超简单，但是它还很好看？你看继续的啊，下面这里点一个这么大的缺口，点，你看，弯过来，弯上去，旁边合一下，又出来了。笔尖带一点点的花青，笔尖咱们带一点点的花青啊，今晚真的是薅羊毛，对吧？你看笔尖点一下，往下一划了，是不是又出来？什么笔啊？在链接里啊，管理员不在呢，是6号链接，6号链接小笔，是不是出来了？但是这个缺口那么大，我们一笔画不完怎么办？那我们多画几笔吧，好吧？你看笔尖给它掂到这儿，好，完了，我这笔太小了，画不完，那我再画一笔行不行？那么再画一笔，谢谢。好，旁边回一下啊，我再画一笔，点，盖起来。你看，你一口气就加2个花瓣。所以你们现在学会了如何去叠瓣了吗？能够听懂的给亲爱的主播点点1就行。干货分享啊，干货分享。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叠出花瓣很多？对吧？一个大瓣，所以你画的越大，里边花瓣叠的就越多。你看啊，颜色衔接不上，我直接给它分开，对吧？分一个瓣出来就行了。好，你看我层次感是不是已经很多了哦？继续再加2个瓣啊，这2个瓣加上。啊，蘸一下我们它青蓝，蘸一下我们的花青，保姆是，对吧？对，太美不用纠结是吧？对，这个不纠结。你看，点按一下，对不对？你只要按照我的方法去画，你马上就能画的跟很大多数的主播一样。我跟大家说，真的，你按照我这个画1个月，超美。你看笔尖点一下，按过来，我相信你们都会来找我提高的，对吧？啊，可以，好的。你看是不是单瓣出来了？单瓣出来了啊，然后再加什么？加点花青，把里边遮一下。其实你们把我这个学会了，你可以学其他的内容了，就蘸一下花青，这样花青。你看笔尖走一下，而且还很方便，它不用在里边切来切去，切半天，你知道吧？你看，是不是？课程有几种画图画法？49的就是零基础款，190的就190的已经在里边了，190的就不用保姆课啊，不用保姆课。OK， 你看是不是出来下面？49的就只有单种，还有一个绣球在里边啊，一个绣球款的。好，蘸一下我们的3青，我们的它青蓝。对，大家觉得49觉得好用的，及时找老师啊，来找我换啊。换210呢，换260呢。你看这个单瓣，这套课这节课绝对让你听懂。对，是的，朝里边。你看好了啊，纸可以动一动吗？说纸可以动。你看啊，笔尖点一下，然后横过来一半，是不是啊？再回来一半啊，回来一半。天哪，那你要画呀？你看。笔尖朝下面，那么我们只能反过来加，你看，是不是加出一个单瓣，对吧？好，我们再往回点，合一下，好，再盖起来，是不是又一个花瓣出来了？他是我的学生，就我的很多学生，他们都会帮老师去分享一下，正常，他是我的学生，
是我面授班的学生。好看这边，你看是不是单瓣就出来了？是不是这个单瓣看见了吧？他画的挺好啊，看见了没有？单瓣，那是不是基本上我们这个花头的整体轮廓就有了？然后吸一下纸巾，你看，好擦一下，好不好？可以截个图啊，基本的轮廓我们画好，可以截图了。截完图你打个1，我接下来把它画完整，非常简单。哎呦，对，非常简单，把它画的完整，好吧？卡了一下。对，听懂了刷一波1，刷一波1，有赞的话点个赞，有小心心给个小心心，谢谢，谢谢啊，有小心心给个小心心啊。同款的保姆课在2号链接，超实用的保姆课在2号链接哦。OK， 继续。好，我们继续加，很好。然后你看啊，笔蘸一下我们的三青，蘸一下它青蓝，超实用的保姆课哦。三青蘸一点我们的花青。好的，你看，好的，我看到了。OK， 你看啊，这里是不是有缺口？但是要注意了啊，花瓣不要平，就是你不要拉那么长，咱们缩短一点。你看从这个地方，你看，把它留一个空出来就行，留一个空，就是你觉得它比较空的这个地方补一个，你看，给它盖起来，出来一个单瓣，是不是啊？给它盖起来啊，盖起来。好，我们继续啊。你觉得这个地方啊，再加一个瓣啊，调的白色吗？在这儿用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用1次就够了啊。你看这个地方我再加一个瓣，直接过来1瓣、2瓣、3瓣，对吧？又出来了，是不是又出来个缺口？看见了吗？蘸一点我们的花青，点按下去。我下面有点空，加一个边边上，你看啊，点大一点，1瓣、2瓣、3瓣就好了，对不对？3瓣，还是一样把它盖起来，你看，1下、2下，是不是盖起来就好了？一圈就没，边上都有水，都有水是正常的，我的也是，只是说你们看不太清楚，我的也是水啊，也是水啊。蘸一下我们的太青蓝，蘸一下我们的太青蓝，蘸一下我们的花青啊，蘸一下花青。你看下面这个啊，小缺口这个地方，你看1下、2下，按一下，是不是又一个缺口出来了？直接用这个花青去加一笔，你看啊，点按一下1瓣，再来空一填，是不是一填你的花头不就全部出来了吗？听懂了没有？这花头很淡，我不喜欢那种特别艳的那种，对，我喜欢薄薄的鲜鲜的这种啊，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浓艳艳的，对，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啊。OK， 截个图吧，是不是花头已经出来了？听懂了没有？大家都一起听一听叶子啊，都听一听叶子是怎么来的。他能听懂呢，他可厉害了他。对，打个1。怎么交作业？管理员会帮助你的，别着急，这个不需要着急，他会一个个去帮你们。藤黄啊，藤黄啊，管理员你去后台去联系就行，不用让他们关注，都没关系啊。藤黄加上3绿，加上我们的花青，加花青，来看一下叶子非常重要，因为我的叶子会比较有特点一点啊，会比较有特点。好，为了适合大家去画叶子啊，这个毛笔的出锋是5.2厘米的，5.2厘米差不多了啊，5.2厘米，5.2厘米。很多人在画叶子的时候容易画错，就是当你画这种尖弓带血的叶子的时候，就要抛开小写意的叶子啊，因为小写意的叶子是分开的，而尖弓带血的花头的叶子呢是什么呀？是连着的啊，是连着的，明白没有？它有分开也有连着的啊。看一下叶子的调色，是吧？谢谢。叶子调色啊，然后你看，笔蘸清水，笔里边含有一点点的水分，蘸一点点的藤黄，
你是需要哪一个课程？需要哪一个？你说49的还是那个260的？蘸一下我们的三清，你看是不是蘸一点？蘸一点三清，三氯，水分比较薄啊，水分比较薄，水分很薄哦。你看稀稀的，颜料也不多，颜料也不多。然后你看蘸我们的花青，谢谢，蘸一下花青。对我们管理员或者原来有的家人们可以帮我介绍一下，蘸一下花青，对吧？蘸点花青，然后刮干一点，刮干一点。然后笔尖呢蘸的是我们的墨水，笔尖蘸一点墨啊，笔尖蘸点墨水。好，请看好了，首先咱们这个叶子啊是一个掌形叶。什么叫掌形啊？就是外面这个尖尖是分开的，里边是一个肉厚部位，这个就是掌形叶。那么我简单来讲一下常用的用笔啊，用笔。你看，光滑面为笔尖走的面，听懂了没有？光滑面为笔尖走的面啊。你看，好，光滑面我走一边，在这边，好不好？笔尖在哪里啊？点一下，笔尖在这个地方，你看。听懂没有？光滑面是咱们笔尖需要走的面，听懂打个1啊！听懂的给主播打个1。光滑面是咱们笔尖需要走的面啊。好，蘸一下花青啊，然后蘸一点墨水，蘸一下墨水，透视感，感觉香了。你看，另外一边它是不是也要回过来再加一点啊？在这儿呢，点，那你看。是不是就出来了？对，是的，看到没有？这样理解了吗？是不是出来了？蘸一点墨汁啊，蘸一点墨汁，是不是就出来了一片叶？是不是出来一片叶子啊？能理解吗？一个叶子。然后注意了，我们的叶子是怎么组合的啊？怎么组合的？就是它是比如说这样一片叶子，画好了，对，另外一片叶子不是从这儿画，而是从这个地方画的。它是从这个叶子里边用笔的，也就是说它是朝这儿用笔。哎，看到了吗？看到没有？从这个地方，也就是呢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出来的，听懂了没有？就为什么有的人画出来是这样子啊？它是完全就是这种一块一块的，而有的人是连在一起的。现在听懂没有？它是打的这个是生宣啊，生宣，听懂打个1。对，我们直播间从来不用办生熟的生宣，听懂打个1啊。同款的生宣啊，同款生宣在链接5啊，加宣，听懂了啊？非常好。那你现在画叶子就不会画错了，你再画就不会错了啊，再画就不会错了。你只要记住不能给它岔开就对了啊，岔开就不行啊，岔开就不行啊。然后你看啊，我们继续的啊，把整一个叶子合着啊，把叶子合着。首先光滑面先走一下，哎，一半，光滑面一半，对不对？然后呢，从里边出来，你看，对吧？你看，是不是这个叶就有了？是不是小叶尖就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常规叶子画法。常规的叶子画法啊，听懂给主播打个1。然后你把这个毛笔啊给它这样子扁扁的啊，扁扁的，你看顺着它，哎描下来。牡丹的叶梗就是细细的，就没错了，听懂了没有？叶梗的就是细细的啊，听懂了？哪种牡丹的叶子啊？坚弓带血的牡丹的叶子就是这种。然后在我们88这课程里边呢，还有一个是小写意的叶子，它是分开的，分开没关系，分开没关系。小写意的花头就是连着的啊，那种分开的，因为我看大部分的人都是喜欢画结弓带血的，所以这个告诉你们。哎，好，稍等一下截图啊。然后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什么呀？画梗，很多人这梗画的不好看，看一看梗怎么画。这是上扬的梗，往上翘的。啊，往上翘的梗，这是往下走的梗，
看到我的这个箭头了没有？看到箭头了啊！上阳梗和下翘梗，笔占藤黄加三律，笔占藤黄加三律。笔尖沾一点点什么呀？胭脂，沾点胭脂。好，非常重要的啊！你看毛笔成什么状态了？看见了没有？毛笔成什么状态？它不尖吧？尖不尖？尖不尖？听懂打个一啊！尖不尖？不尖哈。对，打个一，谢谢。对，扁的。好，你看啊，笔尖这个地方点一下，好，往上一划，因为它是扁的，所以就是画出来很细，因为它扁，所以很细嘛，懂了没有？因为它很扁，所以很细。好，你看，在它的中间这个地方，看点一下，所以说这头大大的，所以这边大大的啊，你看，是不是？你看。然后从什么？从上面往下的叶子也是一样啊！你看，点啊，往下一划拉，中间点一下，中间点一下，啊，都出来了啊！那是监工带起的叶子啊，就是这样的啊，看到了吧？这个叶梗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对，理解了没有？叶梗，所以你看，你这个梗可以朝这儿走啊！你看，你多画画，你看，哎，三叉九顶嘛，你肯定得三个叉得分出来，学会了吗？叶梗。就是最重要就是这个笔扁扁的，对，这个笔得扁扁，笔要是圆圆的，它会晕开，啊，圆圆的会晕开，所以得笔扁扁的，啊，扁扁的，理解了没有啊 ？OK 了吗？哎，这个对眼会。好了，我们继续。哎，好的。可以，没有问题。好，然后看一下，我们继续画啊。10点钟睡觉真早，蘸一下藤黄啊，蘸一下我们的花青，笔多蘸点花青啊，多放点花青。对，多放点花青，刮干。笔尖蘸点墨啊，蘸点墨。好了，来看好了啊。刚才我们讲过这个叶子组合，你看我一起来一遍，对吧？首先画一个，你看主叶啊。画一个主叶，点啊往下，对吧？往下走。好，这个地方你看，是不是点一下就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好了，这个地方需要有什么啊？你看，这是一个主叶，就在这个地方，就它啊，就它。这个橘黄色的叶子是被遮挡的，你看它有这么一部分都被遮挡住了，是不是？有好那么一部分被遮挡住了。咱们把毛笔洗掉一点，清洗一下啊，蘸淡淡的一个划青，你看它不是从这儿开始吗？那你看，一下，两下，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好多被遮挡住了？你看，是不是被遮挡住了？所以它只能露出这么一点呗，你看看，是不是露出这么一点点？明白了没有？毛笔再清洗一下，再洗掉一点，我笔尖给它涮一涮，涮掉一点啊，笔尖涮一涮。好，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你看浅色的被遮挡住那么多呢？对不对？咱们也是毛笔洗过了啊，你看，你看洗过的笔就很干净。2啊，3，是不是叶子就出来了？听懂了没有？毛笔去洗掉就行了啊，不用管它，洗一洗。叶子组合是不是就有了？那你学会这个，你看你把它倒过来，这样子倒过来，它又是另外一个状态；再这样子，它又是另外一个造型。所以说，你把这一组学会了，你可以变来变去，变很多呀。听懂了，给主播打个1，谢谢。对，听懂了就给我打个1，谢谢。听懂了，给主播打个1啊，谢谢你们。现在多少赞了？觉得我讲的还不错的，你们就点到10万吧，好吗？谢谢啊！你看是不是就出来了？然后你看好了啊，我们用这个，你看我这地方给你顺一下，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说明这3个叶子交叉到哪个点啊？你看1、2、3，交叉到这个点。咱们从这个点，你看，哎，就嫩枝干，我跟叶子是一个颜色的，
嫩枝干是一个颜色，你看笔尖箭头朝下啊，就把它拉下来，对吧？笔尖怎么变扁？来，我教你。好了，扁了。学会了没有？就这么一来，学会了没有？对，你要怎么变扁？你这样会不会变扁？就是擦一擦手，有啥呀？我不知道，你们猜一下。能这样能听懂吗？你手一拉不就行了？然后你看啊，这个枝老枝是怎么画的啊？老枝是怎么就是嫩枝是怎么画的？很多人就是感觉老师我会画歪掉。那我们拿出一支我珍藏多年的铅笔啊，你们家有没有这个啊？这种珍藏多年的铅笔，然后你看啊，对吧？比如这个方向我先画一下，或者这个方向我先画一下，这样没问题吧？然后你顺着它，你看变成刷子了啊！你看，哎，刷下来，你看，哎，刷，这样你会不会刷？会不会？你看，拿出一支珍藏，谢谢，拿出一支珍藏多年的铅笔啊！你看，对，听懂了吗？你可以把手这样按着它嘛，扶着它嘛。你看，你扶着它，你看你这样会不会？这样会不会？你看，这样子，这样手就不会抖。你看，这个地方就侧锋也行，就有点费手这个肉厚。你把手这样扶着它就搓，就 OK 了啊。听懂了打个一，听懂了打个一，变麻了，可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听懂了吗？简单吗？对，费手就对了。练习控笔。对，如果说你可以像我这样，你看手悬着的啊，就好一点。你看，对吧？你手如果能悬着的，那就悬着；你悬不了的，你就费手啊。咱们呢，一切以什么呀？出效果为主。别人说什么猫，各种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啊。你看，对吧？你只要能画得好看，你怎么画都行。所以老师呢也不绝对说必须要怎么样，只不过这样拖会比较方便啊，比较方便，理解没有？好，到我们的重头戏了啊，这是什么？这是啥？这老干，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老干？绝对今天1秒钟教你画老干啊，信不信？信的话给我打一个1，谢谢。1秒钟教你们画老干，真的是1秒我就学会的，真的，就1秒钟。就你只要是听一遍，谁都能画，连小朋友都可以啊！听我打个1。你要绝对相信我的，我天天在研究这种东西。首先，笔蘸薄薄的花青蘸赭石，薄薄的蘸一层，薄薄的啊。它大概是什么颜色呢？大概是这个颜色，就这种颜色，大概这个颜色。然后拿出我珍藏多年的老墨。拿笔尖戳一戳，珍藏多年的老墨啊，这种墨会比较的干，而且它比较发涩，发涩呢，它就出来这个东西就比较干哦啊，对不对？然后拿一个纸巾吸干你的笔肚，对，不臭，我们可香了，这个很香，很香。现在还是香的，特别香，现在都很香，一点都不臭，真的，你看，特别好闻这个墨，真的，你们家里有这个的人就知道特别好闻，可香了。好，蘸一下我们这个，吸干，慢慢你看，吸到它炸毛就行了，流口水倒不至于，但是就是很香，味道很好闻，炸毛，然后你看，给它碾一碾。比较费手啊，碾成这种感觉，你看，看到没有？是不是马上就来了？你看啊，碾成炸的毛，你看，看懂了没有？你只要你看这个笔这样子，笔针，听懂没有？啊，然后我们来画枝干啊，很多人就老师我枝干画不来啊，那我造型不知道，造型你们自己去看什么构图很多的。你找一个构图，你随便去找个构图啊，那尽量不要一支笔，画图是红色的，它墨容易弄脏啊。你看，比如说它这样的啊，叠折一下，这样啊，对不对？
然后你看怎么用的啊？小一点啊，小一点，你看，轻轻的，你看点一点，你看，哎，按一按，你看按，哎，慢慢的，慢慢的，你看下来。是不是就出来了？看到没有？你们要的老枝干啊，不要去蘸水啊，不要去蘸水，蘸一点墨，你看是不是？然后你看好了啊，枝干它是有透光性的，在左侧就下面这一侧，你看，擦一擦它，擦深一点，对吧？适合我们小白这种，对，什么也不会的啊那种啊，但是你又想画的好看点，你看，是不是1秒钟就能学会？你看啊，这个地方点一下啊，你看出去，是不是画梅花也这么画啊？画梅花也这么画，是不是出来了？你看，对不对？不串色，绝对就是你一笔就学会了。然后你学完以后呀，哎，笔沾点这个墨，你看，点一点啊，你看小太点油红红，是不是就出来了？适合我们零基础的家人们啊，对不对？你看，你再来个别的，比如说弯过去朝这儿弯，你看，你看，哎，1、2，你看，哎，躺下，看到没有？这个老干，没有问题吧？能学会吗？对，是不是很老？而且你看啊，你看上面地方，你给它加一加，对吧？立体感就出来了，是不是啊？如果你需要染个色 ，OK， 没有问题啊。蘸点清水，不，我这个我没有用劲儿，没有用劲儿。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也能画出来，好不好？我没用劲儿，沾一点啊淡淡的赭石色，我没有用劲儿啊，我一点劲儿没用。就是你们只要是用我这个方法，你今天晚上就能画出来啊，就能画出来。然后呢，我们用这个赭石去扫一扫啊，你看。看到没有啊？赭石色一扫，学会了吗？啊，喜欢是吧？这个尺寸是多大的啊？尺寸是38厘米，这是38厘米啊。你发给我看一下啊，这是38厘米的尺寸。摩西，38厘米，画心呢长35啊。画心长35，摩西每天都在找猫的，他都在找我们家二宝，但今天二宝睡着了，已经睡了。今晚上有重叠课吗？你有1号的就不用2号，有1号就不用2号，你有2号的，你想提高可以找我换1号，明白了吗？啊，一下2下，感觉如何？再来一个半，这卡纸咋样？好啊。那行，给你找。你看这边，你看啊，哎，再来一个瓣，是不是？我看挺干净。一会儿我距离近一点给你们看看，擦一下啊，老规矩啊，擦一下。继续的，笔尖蘸花青，笔尖蘸花青啊，认真听，蘸花青。你看要注意高低不同的啊，你看我们要往一边斜嘛，左边你看1瓣2瓣啊，你看合一下2瓣。笔尖还是得补花青，一直加花青。你看，另外一边画的小一点啊，另外一边画小一点。你看，笔尖点一下1瓣2瓣啊，小一点2瓣，再沾点花青在旁边这儿，你看，是不是又出来了？看见没有？然后我们来检查一下啊，我看，哎，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花瓣它没分开呢，我给它补大一点，是不是完成了？看见了没有？补大一点，这个花瓣不就出来了吗？然后呀，毛笔侧过来啊，侧过来，你看加下边，你看啊，下面加条线啊，你看我这条线，手比一下，点1瓣，比较脏的地方呢擦一下啊，对不对？出来了，再沾一下花青，你看刚才我们实践一下啊，把这边沾条线，你看。是不是又一笔啊？好，擦一擦，对不对？好，再沾一点花青，再沾一点点花青。你看，这个下面又一条线，给它盖上去，是不是花瓣又出来了？你看，擦一擦，
看懂了没有？你看滑瓣一层一层不就叠上去了吗？听懂打个一，听懂给主播打个一啊，谢谢。蘸一下特青蓝，这个时候呢，我不加白色，我直接补什么？补三青，补我们的特青蓝。我们慢慢的把它以后层数慢慢的加多，就是一点点加，好吧？不要一次性加的很满，又学不会了。然后呢，我们找缺口，看好了，我们讲过了啊。如果花瓣往上面翘的话，下面花瓣多画点。你看，这边一条线，好，一半，两半，对吧？好，扩一下，对吧？这边花瓣画大一点吧，是不是出来了？这个时候我的笔里边没水了，蘸一点白颜料补一下啊，纯白颜色去补，纯白颜料去补，蘸一点我们的特青蓝，蘸一点我们的特青蓝，蘸深一点，笔尖呢蘸点花青啊，蘸点花青。中间是不是空了2个空位，对不对？中间分开，先从左边到右边划一下，旁边给它加一下1个小瓣，蘸点花青，加第3个瓣，擦一下颜色啊，继续特青蓝，蘸点花青啊。这一边呢也是一样啊，这一边咱们也一样的方式去画。你看，笔尖点一下，哎，擦一下1个小边，蘸一点花青，左边来一下，蘸点花青，在右边咱们给它划过来，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咱们刚才用过的方法都用上了？是不是都用上了？是不是很时间性很强？用上没有？出现了啊！这个时候呢，我没有加白色，我蘸了笔尖一点点水，蘸花青，一点点的水蘸花青，多蘸一点，多蘸一点，比较浓啊！你可以坐下来画啊，坐下来画。我习惯性站着，经常坐着。你看，在笔尖这个地方，你看叠，按上去，1下、2下，划了一下，再蘸花青。每画一笔都要加花青，你看，是不是每画一笔都加花青？然后呀，你画完以后，比如说你希望这边大点，你看笔一按，干净了没有？再蘸点花青，持续性的啊，一直加花青啊，不停的加，不停的加。你加的越多呢，越好看，越多越好看。你看这个太小了，我们不动它了，大一点，你看，1、2啊，一半，再蘸点花青，你看，是不是合一下，一半一半就出来了？这一边咱们再合一下，是不是一半一半又一半？蘸点花青，再蘸花青，你看这儿，一半，是不是每一个小花瓣是不是都呈现出来了？简单吗？是不是你的每一个小花瓣都有了，对不对？你看啊，如果你还需要加的话呢，你就把笔往上面压一压，你看，你不想加你就压扁它就行了，你不想加就压扁嘛。对啊，再蘸一点我们的花青，多蘸一点啊，你看，往上勾一勾，前提是你要多蘸点花青啊，笔尖的花青比较浓啊，是不是花瓣又出来了？再蘸点花青啊，你看，把小洞再填一填，对吧？把这个边边，你看这小边，你看你填一下，都是用花青去遮挡，明白了吗？都是用的花青啊，你看，对吧？用花青去遮挡，继续的啊，旁边这个地方你看有一条缝，需要把花青蘸多一点啊，你看，是不是一个一个单瓣就出来了？听懂没有？花青加多一点，你看。然后呢，用纸巾一擦，这种厨房湿巾一擦，干净了，是不是出来了？就是如果说呢，你什么也不会的，然后你也想画出画成什么效果啊？如果你也想希望以后可以未来呢，可以画成这样子的，对吧？可以画成这样子的，它一定是从
最基础的开始学起，包括你想画成这样子的啊，或者你想画成这样子啊，或者你想这样子的，它一定是从最简单的开始，对吧？都是这样子的，那没办法，所以我要让一些小白们啊先入门啊，先接触。很多人就是从一开始的路子走错了，路子如果走错了，你接下来往后面走的东西路不对嘛，走了弯路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路子先选对，然后再去分。你看把它画的温柔一点，不就是那样子了吗？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的花心这个地方，你看啊，花心在这儿分开一个瓣啊，一个瓣在这儿，对吧？对，它一定是基础比较重要的，慢慢的来。就其实画画很害怕什么？害怕眼高手低的，就是你感觉好像，哎呀，这也太简单了，我不要画这个。但是往往你画那种就是你觉得你喜欢的，你往往画不好啊。你看花心朝这一边啊，你看，一半啊，一半一半，我们就加5个瓣，我不加多好吗？加多我怕你们加不来，好吧？你看。对吧？你看从旁边这里啊延伸一下，这有几个瓣了？1、2、3、4，再加1个瓣，加这儿吧，加你看第5个瓣。你看啊，中间留一个空，你看点一下，往上一滑，往上一滑，对吧？蘸一下花青，对，课程里多的是复杂的，对，很多很多，蘸一下花青。好，笔尖你看再点一下，记住了没有？啊，手又胡子，没事没事啊，你看是不是出来了？为了加快点速度啊，你看太青蓝、花青，你们只要就这个就跟我们小朋友写硬笔字一样，你每一节课的知识点，你落实了，你看点一下，一半，你每一节课落实了下去了啊，你不怕画不好，下面补一下，对不对？就不怕画不好的。就像小朋友写毛笔字写书法一样啊，你每一节课知识点你落实了，你还怕搞不好？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说你连点、横、撇、捺都写，就单笔画都写不好的情况下，一会儿我教你开笔啊，就是你单笔画都写不好的情况下，你完全写不好那些难的字，写不来呀，对不对？你看这个地方啊，来个单瓣，点一下。好，啊，这个是监工代写。监工代写，小写意的话，大家不太好画。我有个小写意的东西去哪里了？二宝拿走了，这个我把它去玩了。一会儿快下播的时候，可以画个小写意给你们看一下啊，比较纯的小写意。好，这个地方是花青蘸一下，就很多零基础的家人是不太适合画纯的写意画的，这个带一点点工笔在里边啊，你看。是不是有一个缺口啊？把缺口补满，持续性的去补瓣啊。对，纯写意的话是就我昨天晚上画的那个，对吧？再沾一点花青，笔肚怎么画不圆？你笔没淌下去或者太干了，推一下。好，又一个小瓣啊，咱们把小瓣都画出来，就是要不就是你笔太干了，就是涩涩的，笔不要太干。蘸一下花青啊，蘸一下花青。你看我继续添，这边再添个大瓣啊，你看点一下，往上一扫，一个瓣，再蘸一点花青，你看往下再压着一个瓣，是不是就好了？接下来把它补起来啊，太青蓝蘸花青，蘸点花青，你看把它整个洞填起来，你看一下2下，是不是出来了？这边也是一样，点合一下2下，然后呢再蘸点花青，你看下面划一下。所以我们这2天我反正都在讲基础的，你们就赶紧的基础赶紧打扎实，后面要提高了就赶紧提上去了，不然一直在那画简单的我都着急了。看到了吧？再蘸点我们的花青，你看笔尖点一下按一下，往上加啊，填空开始，对，往上加一下。
然后你看用笔尖向里边回一回啊，向里边回一回，点一点，是不是？多蘸点花青，把这个花瓣给它描出来，是不是都出来了？再蘸点花青，你看，一半一半，一半一半的出来，对吧？每天都会有小白进直播间的，那很正常啊，很正常。但是我一定我们直播间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是以提高课为主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偶尔也讲，一个月里边有大概有几个晚上讲讲这种基础，一般都是提高的比较多。好 ，OK， 你看这个花瓣是不是都出来了？层次感很多啊。然后整体的修饰一下，整体的叠一下，我们怎么叠？蘸一下太清蓝，蘸一点花青。大家在直播间也就知道，我一直都是画稍微提高一点点的。继续留空啊，继续留空。你看，点1、2啊，落笔快一点，继续点。你看，盖起来一个小瓣，对吧？多盖盖。下面这一点一半、2瓣、3瓣合着，蘸一点花青。看到了吗？是不是花瓣又出来了？就合在一起，你看啊，你下面可以修一修，都可以，你看，是不是单瓣就有了？继续加一加啊，这个花头就完成了。蘸一下太清蓝，蘸一点花青，旁边这里给它补一点啊，你看，哎，加一加，补一下。上面呢再加一加啊，你看。你觉得你哪里缺你就补哪里，知道吧？就是你觉得你哪里内容不多了，你看，啊，加一加。你缺哪儿你补哪儿，对着每一个点是的，它对的任何一个点它都可以补瓣。看到没有？是不是花瓣层次还不少？学会了没有？就是花瓣层次还很多呢。你看，盖一下这些地方啊，你看有一些缺口需要去点的，去调整。完成了这样一个花头。听懂了打个1啊，听懂打个1，对吧？对，简单，它主要是简单，而且你可以在一次次的绘画过程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你慢慢的画着画着就越来越清晰了，对不对？那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越画就越干净，越画越清晰，然后就越画越好咯，有道理吗？听懂没有？然后我顺路的，我把雌蕊点一点啊，我顺道啊把雌蕊点一点。就是你在一遍遍的刻画中，你越来越清晰，因为你当你坐下来之后，你就会慢慢悠悠的画。今天还是老规矩啊，画完一张这个小作品以后呢，给大家画一个小写意的啊，纯写意的。对，画个纯写意的，太白蘸3绿。因为今天这个会比较简单，一下就画好了。会看画不好，那你先看啊，先看。这里画一个。圆上每一点都可以填完吗？对，你觉得它什么地方填的比较好看？咱们每个人都有审美嘛，对不对？你看这里画一个，看到这是什么形状？对，那你也有自己的审美啊。你觉得那样漂亮，你就那么画；你觉得不好看，你画它干啥呢？这是什么形状？这是个啥形状？那啥形状？五角星。对，好。画成一个海星，对，一个五角星就对了啊，一个小五角星。然后呢，笔尖等它微干的时候啊，等它有点干的时候，笔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其实我也不是每天晚上我都好想讲这个，你知道太简单了，我觉得，所以我就想让大家赶紧听懂，让你们最快听懂，最好每个人都能画出来，我赶紧的讲后面的有难度的啊，让大家每个人都提高。你看笔尖点一下。哎，一下，对吧？把它从中间给它拉开，看见没有？从中间给它拉开，谢谢摩西姐姐。从中间给它拉开这个小五角星，看见了吗？分开它，分开它。没听够呢。好，可以。就其实我觉得老师被大家给期待的感觉其实挺好的。然后蘸一下我们的藤黄，哎，蘸藤黄。
这样藤黄。你看啊，白颜料加点黄色，啊，加点黄色，啊，然后呢，把水给刮掉，把水刮掉啊，把水刮掉。你看，我们在这个五角星旁边，我们加几个小点点啊，加几个小点点。你看，哎，在花瓣这个地方一个点，啊，对，你觉得如果我们现在那1、2、3、4、5是出现5个小点啊，把这个画成扇形。你们知道什么是扇形吗，家人们？知不知道什么是扇形？对，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扇形？有没有人知道？扇形有个原则的，它有一个原理。扇形原理就是什么呀？上面高，下面低嘛，这是扇形原则。啊，看好了，上面我们开始加高，加高，加高小点，加高，加高，加高，对吧？上面加高，左右两边打开矮一点。能理解吗？中间提高，左右两边放矮，你看这也是一样，中间提高，左右两边矮一点。现在能学会了吗？啊，全是干货技巧型的。你看啊，中间我不断的拉高，中间我拉高，左右两边我放矮一点。你看我中间再提高一点，不够高我就把中间提高，两边我矮一点。凌乱一点，好吧，这个地方也是中间花蕊提高，两边放矮一点，出来了不？中间提高，这样你按照我跟你说这些理论去画，你怎么画都不会错。你看不够就补嘛，出来了没有？不够你就去补咯，对不对？中间提，好的，谢谢。蘸一下我们的藤黄啊，蘸藤黄，蘸一下藤黄，然后稍微稀释一下，稍微稀释一下。这个地方的这个，为了就是让你们画的好看一点，我们就把枝干加短一点，好吗？好，可以，就是我们把这个枝干啊可以画的短一点啊。你觉得你这个能够学会的，哎 ，OK， 没有问题。你看，花心儿对哪里？花心对花托是必须的，你看啊，点一下往下一滑，点一下往下一滑，对吧？往下一滑，对冲13万，天哪！往下一滑，你看下面这个地方折进来啊，折进来，就头有点歪歪的感觉，你看往这边折，你看啊，中间空一点留叶子，1、2、3、4，对吧？空一点留点小叶子，留点小叶子啊。你看这个旁边这里。我们一般画的时候都把这个提前格局先布置好啊，先布置好。你看我顺着这个地方点一下1、2、3，出去一个比较小的叶子出来了，是不是？出去一只比较小的啊小嫩茎，点1、2啊，出去一下，看见了没有？是不是出来一些小嫩茎啊？出来嫩茎之后藤黄，蘸点我们的胭脂呀。你看我顺着下面。对吧？可以，稍等一下，我看看还有没有库存啊，稍等一下。看到了吗？是不是加多出这个小叶子了？是不是加多出来了？可以了。是不是加多出些小花萼？是不是出来一些小花萼？看见了吗？看见打个1，是不是出来小花萼？然后开始加叶子。我们的叶子呢，我是蘸啊。先轻轻的啊蘸一下藤黄和3绿，蘸一下花青，我们多蘸一点。对，你们觉得2号链接好用之后，拿它过来跟老师换1号链接啊。蘸一下花青啊，蘸一下胭脂。我胭脂呢？蘸一下墨水啊，蘸一下椒墨啊，蘸椒墨，蘸一点我们的焦焦的墨汁，蘸一点椒墨啊。刮干，刮干，刮干。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内容是怎么搞的啊？你看，首先我把中间的这个主叶先画，你看点按一下，推开一片叶子啊，深色的叶子，往回，你看划拉一下，一个小叶。这一边呢，你看从里边这出来，你看是不是再出来个小叶啊？从这个地方从里边再出去，你看。看到了没有？小叶子是不是出现了？听懂打个1
啊。你看这一边，你看顺着它，哎，又出来一片叶子，盖在一起，你看是不是啊？一圈一圈的这个小叶，对吧？你看2片叶子就有了。毛笔洗掉一点啊，清洗掉一点啊，蘸一点的咱们的胭脂啊，淡淡的一层胭脂。你看搁这儿一片，颜色薄一点啊，你看盖过去。对吧？叶子好漂亮，喜欢就好啊！你看，就是这个淡淡的啊，淡淡的颜色，你看就出来了。下面长一点啊，长一点，对吧？就是这一串叶子就有了。然后呀，我们为了让你的整一个画面感比较饱满啊，继续的蘸一点花青，颜色稍微的厚实一点，不要太薄了。太薄的话，你加出来它就，太轻了，不好看，不好看。你看。谢谢。然后你看我们这一块的叶子是怎么画的，就是为了让你这个枝干你少画一点，对吧？我们就多画点叶子去遮挡。你看我把叶子画这儿，笔尖点一下，你看按下来一片一片，对不对？哎，好的好的好的，没有问题 ，OK 啊，没事，你稍等一下，一会儿管理员他会挨个去帮助你们，他会帮助你们的，不着急啊，不着急，先看直播。你看这个地方点一下，哎一下。是不是啊？独创的，比较有特点啊，比较有意思。我的叶子，你看是不是叶子一块一块组合就有了？再蘸一点啊。对，我叶子都这么教，有小写意的叶子，也有这种接工带写的叶子，我都教。你看这个地方，点往上推开，对吧？推大一点，然后搁这你看，啊，他们经常说比较洋气，是吧？你看添一点这个小叶子，很多人说比较洋气啊。你看这个地方，哎，加几个什么啊？你看，小小的嫩枝啊，小小的嫩枝。而且我叶子主要是不多呀，我叶子很少的。就你们，我叶子其实挺少，挺少。我叶子我东西很少，不多啊，不多，洋气仙气儿。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啊，哎，再添一笔过来。对吧？添一添啊，你看小叶儿啊，造型就有了。然后呢，我上面这一块你看，哎，添一下，哎，出去一片叶子，对吧？往回折一片啊，小叶是这样折起来的，对吧？折起一个小叶，它折哪儿了？你看看。对吧？衔接键它是接到这个地方去的啊，你看，点一点，你看它接到下面去了。这个叶子是往回一翻，往回一翻，再加一片下来，对吧？加一个小叶儿，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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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出现了？上面可以加深一点啊，加深，你看这一块叶子就有了，就出来了。然后画一点老干，完成。刚才我教过老干是怎么画的啊？膝盖，你看朝这儿，看见没有？笔尖挪一挪啊，笔尖挪一挪啊，挪一挪。然后你看，再点一下啊，你看，哎，再往上挪一挪，学会了没有？这个老干我教你们了，今天晚上就是教这个老干，已经就是把这个技巧分享给你们了。啊，你看，就是这样子，你怎么画都画不坏，听懂了吗？是不是这个枝干就有了，而且还很婀娜多姿的啊？对吧？还有婀娜多姿的，你看整一个造型就出来了。可以截个图啊，可以截一个图，谢谢。这样呢，对，吸干了直接画就行啊，可以截一个图，截一个图。我花青蘸点胭脂啊，加点淡叶，花青蘸一点点的胭脂，我加点淡叶子。你看，对吧？蒸发后是老墨吗？对，就是放干，放干啊，就是老墨。OK， 这样的我们这一个花就出来了。喜欢的话点点赞啊，截个图。然后我们来画什么？画叶脉，画叶脉。对，画叶脉啊，任何的叶脉。拿一支小楷笔，这种
比较小的小楷的毛笔，叶脉还没有画。对，叶脉还没有画。然后叶脉的配色是胭脂啊，胭脂，大家点点赞啊，胭脂。对，今天13了，这么厉害啊！天哪！蘸一点我们的淡墨啊，蘸一点淡墨，然后用纸巾给它吸干掉，吸的干一点，笔肚的水分少一点啊，不然它会阴开的啊，不然会阴开。会阴开的啊。然后你看勾叶脉，叶脉怎么勾？我们首先怎么勾的？你看啊，从这个地方勾一片中间的，哎，再分一个旁边和右边的，左右两边先分，然后你看不要对称勾的。你看你这样勾就会出现叶子每一根叶脉就不一样，不会勾成一样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掌形叶。你看，提前把它的位置给它分好了都。提前分好位置，然后你看，是不是有些叶子它不会盖过来？它是不是不会盖过来？听懂了吗？这种淡一点的可以不勾，淡一点的不勾啊。听懂我打个1。你看，比如像这个一样，对吧？我先勾一笔在这儿，再勾一笔在这儿，对吧？我已经把它提前给分好了。然后你看我这边勾完之后，它这边是不是就勾不下了？你看。是不是就勾不下了？所以不得已的，你的叶脉就不知不觉的就画清楚了，听懂了没有？你看这个一样，我先勾这样一个地方，勾完这个我勾这个，再勾这个，你看这边是不是把它给遮住了？那没办法，那我就只能画到这里去了喽。你看剩一半了喽，是不是？你看这样叶子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每一次勾的叶脉，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勾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想过吗？你看。现在能理解为什么了吗？你看，就跟这个一样，我提前把它俩给勾好了，先勾好了，没有办法改了。你看，哎，那就只能这样子喽，就好了，是不是？说说怎么开笔 ？OK， 截个图，截个图打个1，打个1。